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上一期呢，给大家讲到了农夫山泉的上市啊，也谈到了蚂蚁金服的上市。那其实大家知道，这些公司呢都不缺钱，但是因为现在呢是一个大放水的时代啊，资金很泛滥，企业的估值都很高。那很多这个大的企业呢，它上市啊不圈钱白不圈啊，上去容易把，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好的估值溢价。那在大放水时代呢啊，并不是雨露均沾的啊。上期节目我也谈到了啊，穷人呢担心物价上涨。中产阶级呢担心资产贬值啊，富人呢忙着把手中的资产这个变现上市啊，去大量的融资。那整个这个货币的宽松呢啊，走到今天啊，是不是边际效应递减了呢？啊，它会不会有一个尽头呢？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两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我们说一下3月份全球央行开启的这波救市宽松以后啊，走到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啊，是否走到了尽头？那第二呢，我们就说一下全球各大资产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尤其是美元和各类资产之间的关系。那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啊，中美两国股市的这个一些情况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整个货币宽松啊，从3月份开始这一波的货币宽松的情况。那美国呢，它就是通过美联储的扩表啊，从这个4万亿一举扩张到7万亿啊，这是这个基础货币美联储这块的扩张，那还包括啊美联储以外，包括美国以外的离岸美元信用的扩张啊，也是有大量的货币释放出来。那中国这边呢啊，是通过这个 M2啊，这个 M2的扩张，还有社融的扩张啊，实现了一个货币的巨量的释放。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得引入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线性增长和指数型增长的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再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就是啊，随着时间的这种啊流逝啊，这个横轴时间，纵轴是这个增长。那线性增长，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蓝线啊，它是非常温和的啊，它是线性的成倍的这样增长。那指数型增长啊，大家学过数学知道，这个指数型增长是非常可怕的啊，它是2的几次方啊，是几次方上去的。所以说，那整个人类的这个信用货币的这个释放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啊，它其实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这种指数型增长啊，它是1加8%啊的几次方的这种的不停的增长。那大家看一下中国的这个 M2的这个增长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虚线啊，你看这个增长呢，前边呢是比较缓慢的，比较温和的，对吧？到了后期啊，因为它是指数型增长啊，它就会进入一个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扩张区间。那整个人类信用货币啊，这个制度走到今天啊，尤其是今年，你看3月份这一波的信贷扩张啊，非常的凶猛，时间非常短，然后扩张的力度非常暴力啊，所以说全球的股市啊，水漫金山，水涨船高，各类资产就开始疯狂的上涨啊，尤其是这个股市的上涨啊，尤其是美国股市的上涨。那第二张图呢啊，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 M2 包括社融的一个增长啊，把社融也考虑进去啊，因为社融的这个涵盖面更广啊，这个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啊，还有这个影子银行啊，更广的一个信用扩张的一个指标。那大家可以看到啊，也是指数型的这种增长。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货币的指数型的增长和扩张啊，导致了整个这个资本市场这一波的，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在实体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然后资本市场还能狂飙突进。那好，大家啊，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几个核心的这个指标股的涨势啊。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啊，其实现在美国这个股市啊，就标普500里面真正涨的股票并不多啊，尤其是带头涨的股票，不外乎就是那几只啊5大科技股，再加上2只，一个特斯拉，一个英伟达啊，就这些龙头板块的龙头股在疯狂的拉抬指数啊。如果你要是看纳斯达克的话，就更明显了啊，纳斯达克几只这个科技股的这个上涨啊，尤其像这个苹果2万亿啊，这么巨大的体量，涨个5%、10%啊，就可以带动指数上涨很多。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苹果，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上涨的这个从17年以来这个上涨的幅度啊，越来越陡峭。一开始呢是这个45度上涨啊，到后面呢这个19年那一段啊，变成这个60度上涨。那最后这一波呢，3月份这一波上涨更陡峭了啊，变成了这个70度啊，70、80度这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涨。那不光是苹果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包括微软啊，看这个微软的走势啊，也是越来越陡峭啊，包括这个亚马逊啊，都是一样的。那其实你去看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包括标普500指数，你用周线图把它拉长了看啊，它也是这个上涨的幅度越来越陡峭啊，越来越这个疯狂。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跟这个信用货币的扩张是有关系的。刚才我大家看了，现在这个货币的扩张啊，这个放水的这个模式，它是指数型的增长啊，所以就会造就这种股市里面核心股票的上涨呢啊，也是一种指数型的啊，也是越往后上涨的斜率越大的这么一种走势啊，所以这个跟这个货币的扩张的这种逻辑啊，货币扩张的模式是相关的。那再加上呢，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整个这个货币释放出来以后，它为什么这么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这些股票啊，龙头股票啊？你看这个标普500里面的就是前5大市值的和另外495只股票的这个一个对比图啊，你可以看到从15年以来，这个标普500里面前5大市值的公司的涨幅啊，在3.8倍到4倍啊这个水平啊，这个就上面的那个黑色的这个线啊，深色的线，下面的是绿色的线，就是扣除那最大的5只市值公司以外的495家公司的市值的变化。你看，从15年到2020年啊，这么5年时间，它市值的变化并不大啊，也就这个翻了啊1.5倍都不到啊，而且呢，这波放水以后，它也没有反弹再创新高啊，所以你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整个标普500之所以能创新高啊，之所以反弹的这么凌厉啊，最重要的就是前5大市值公司的拉抬。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包括这张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啊前5大市值公司这个占整个标普500的市值的集中度啊。那现在的集中度呢，已经超越了当时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前啊当时18%的那个集中度啊，非常高，在20%，现在应该已经在23、24啊这个水平的一个集中度。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结合这个货币的扩张、信用的扩张，刚才讲了，这是指数型的一种扩张啊，货币越往后啊，这个量越大。每一次的这个央行的逆周期调节都会铸就更大的货币的量释放到市场中间。那这些货币量呢，它又往往去追逐这种头部的资产啊，在国内啊叫核心资产吧啊，所谓的核心资产追逐到这些核心的资产、核心的股票里面，所以带来了这些核心股票的指数型的上涨啊，也是越往后这个倾斜的角度越大，上涨的斜率越高。好，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了一下啊，这个中美两国股市啊，这种货币的这种指数性扩张所带来的这种头部资产的这种啊，这个斜率越来越高的一个上涨。好，那你说宽松呢，会不会有尽头啊？或者说会不会有制约因素啊？它其实是有的啊，受到人口的数量、人口的结构、生产力的发展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包括债务的这种反作用力啊，种种因素的制约。那我经常喜欢把这种宽松呢，啊，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信用的扩张，比作这种宇宙大爆炸一般的效应啊。大家知道，宇宙大爆炸之后啊，会有大收缩。那这种收缩呢是内生性的啊，这个信用的这种收缩呢也是内生性的。那因为你货币扩张的时候呢，你就靠的是债务驱动啊，靠的是透支未来，本身呢就伴随着债务的放大啊，伴随着这个透支未来的这种需求，拿到现在去花去用。所以等到这个债务的压力接踵而来之时啊，等到这个债务的压力开始反作用力的时候，那自然就面临着这种信用的收缩。所以你会发现，央行的这种货币宽松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它就面临着边际效应递减的这种后果啊。每隔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效应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那这个时候呢啊，就会发生信用的收缩。那央行呢，其实每一次它就是靠着所谓的这种逆周期的调节啊，不断的这种放大这种信用的扩张，让人为的阻止啊每一次信用的收缩，阻止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啊，它不允许经济规律去发生作用。但是呢，走到现在啊，走到今天啊，这个美联储呢把利率呢也降到了0啊，资产负债表呢也极短的时间啊扩张到了3万亿。啊，但是这个经济的内生动力呢依然是不足的。那随着这个放水的药效呢渐渐退去啊，此时的这个全球资本市场啊以及大类资产啊就纷纷开始承压。大家这几天可以看到，不光是这个中美的股市啊，还有这个原油的价格啊，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开始承压啊，包括黄金啊也涨不动了，对吧？也有压力。那很多人有时说是黄金是避险资产啊，但其实当真正美元流动性枯竭之时啊，比如今年3月份美股连续熔断的时候，全球的美元流动性都枯竭的时候，那黄金呢也是会大跌的。好，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啊，给大家讲了这个信用货币的扩张啊，以及这个头部的这些核心资产的这些股票的大涨啊，它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啊，以及这种央行的货币扩张走到尽头的时候啊，或者是宽松的效应边际递减的时候啊，未来呢会有一个收缩的这种反作用力。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各类大类资产之间的关系每一波放水之后呢，不同资产的上涨顺序它其实是有先后的，上涨的幅度也是有差别的。那自3月份全球央行大放水以后你可以看到一马当先，最先上涨的就是股市然后呢是大宗商品，最后是这个金银贵金属那房地产呢，这一次由于体量也比较大中美的这个房地产，不管是这个从体量还是这个包括中国这个政府政策的压制这次房地产方面呢没有太大的动作。那各类大类资产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最想说的一个是美元和各类资产的这个关系，尤其是美元和这个美股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就是3月份这个美股熔断的那几天也是美元指数上涨最凶猛的时刻然后等美股在3月23日见底的时候，那也是美元指数上涨，就那一波上涨到顶的时候它俩是反向的，恰好是相反的。你可以打开这个标普500和这个美元指数的走势图一看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者的这种反向的相关性非常高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货币在信用扩张的时候，美元泛滥流动性非常宽松，它这种推动风险资产的迅速上涨同时呢，美元这个时候相对其他的货币也开始贬值我这个贬值指的是构成美元指数的就是六种货币就是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是这些货币。那很多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还是很脆弱的就是在美元的这一路从103下跌到92的过程中这很多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依然是贬值的那美元的这个信用扩张呢，它也是这个流动性很宽松的时候，美元泛滥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元就贬值就相对那6种货币就贬值。那此时呢，全球股市因为流动性的充沛也就应声上涨。那其中呢，又以美国本土的这种股市上涨最为凶猛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向的关系。好，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求是杂志上当时之前刊文说，我也给大家分析过他的这篇文章他其中有一句话讲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央行这放水的本质呢，它就是透支未来拯救当下。那这午餐呢，非但不免费，而且还非常昂贵因为那是这个透支子孙后代或者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未来20-30年的现金流折现拿到现在花，拿到现在用。这午餐呢，非但不免费，而且代价深远。只不过这个代价呢，可能是留给了这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或者是留给了刚刚踏进大学校门未来毕业及失业的这些学子甚至是这个代价有可能留给了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不管后面呢是中国股市还是美国股市都要小心谨慎不要在人类信用扩张的顶点当了接盘侠，那恐怕的话就终生都难解套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